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大家都在说，现在不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，而是一个越来越卷的阶段了。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，导致各行业各领域基本都饱和了，增量涨不上去的结果就是存量之间的互相转移。以前听那些商业大佬们还有些新鲜感，后来就没什么新东西了，讲来讲去都是新零售、下沉市场、互联网加。说到底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帮企业主搞流通的，帮企业主割消费者的韭菜。可不敢胡说啊！这些怎么说也算商品流通，是正儿八经的买卖。但现实是，这些已经无法满足大佬们的胃口了，因为这个过程很长，要用钱做成商品，找到市场，干掉对手才能赚钱，费时费力还不讨好。所以大佬们现在都喜欢玩金融，花呗借呗白条金条，这种操作才是省时省力来钱快。没有新科学技术，没有新经济动能，没有增量，只有存量竞争，财富互相转移，穷了张三，富了李四，左手倒右手。所以现在人们大多不敢辞职，不敢投资，先守住现有的一点蛋糕才是王道。网上有一些牛人，把没有新科学技术引领新经济浪潮之前的赚钱套路总结为以下3种，咱们来看一下。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。人的一生都在为认知买单，所以收智商税是个好买卖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知识付费，这也迎合了现在内卷的环境，大家都想多分点蛋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武装自己。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给我拉上来！咱们能发现，除了对应用科学外，占比最高的知识付费都是一些比较虚的东西，比如创富课、经济课、人际关系、情感、职业规划等等。这些领域大多没有什么实打实的技术，都是思维上的套路，玩的就是刺激和牵着看课的欲望，先贩卖焦虑，然后告诉你你现在不行，但是学了我的课就行了。其实目的就一个，就是引你上钩，然后慢慢让你掏钱。上课唯一改变的就是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那些导师们大多也不知道怎么赚钱，怎么改善人际关系，怎么规划人生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课有多少人买。有内部人士称，一些课程机构一家公司也就10来个员工，一年能开发328节课，除去节假日1天1节。我想来想去，也就网上复制粘贴这一个方法了，谁还能指望这节课程改变人生呢？对吧？即便有些导师有真货，也不愿意为了几千块钱的学费就和盘托出。比如讲创富的，本质在于利益分配，利益分配又在于各领域的政策，所以脱离这些讲创富，不如自己去看书。比如讲情感和人际关系的，其实导师们就是满足观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而已，然后生搬硬套讲一些情商的案例，除了当时能引起共鸣之外，实用价值不高。再比如职业规划，连博士都去应聘中学教师的那个环境下，这些技巧就显得苍白无力了。规划职业不如规划如何不被割韭菜。以前收智商税大多是线下，要有讲师，要把学员召集到一起，开动员大会一样，成本高，门槛高。现在好了，互联网让信息流通更容易，一台电脑、一根网线、一个 PPT 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知识付费的门槛低，来钱快，那竞争自然也更激烈。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，谁跑得快，谁又能抢占流量，割第一波韭菜。想要跑快，就没办法沉淀下来，把精力放在打磨内容上，除非财力雄厚，烧得起钱。没办法，想要不被劣币驱逐，那就都变成劣币吧。当然，受害的还是消费者，咱们钱也花了，时间也浪费了，到头来啥也没得到。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看到，行业3大头部公司微秒、起牛、长投在2021年2月的投诉高达900多起。60、70年代的生意人都懂得一个赚钱秘籍，那就是走在模仿的前面。咱们都知道，人分圈子分阶层，圈层之间是一个下层不断模仿上层的关系，下层圈子努力模仿上一级圈子的一切行为，从衣食住行到行为模式，而上一层圈子努力摆脱下层的模仿，追一步跑一步，永无止境，生意机会就在此产生了。模仿就是接盘，赚钱就是拿着上层玩剩下的东西去下层找接盘侠。国内高层模仿国外贵族，国内中产模仿国内高层，4、5线模仿1线中产，乡村模仿县城和省会。现在最大的接盘侠群体就是中产阶级，由于消费有一定的能力，中产阶级模仿上层阶级，在衣着上就用名牌武装自己，但兜里的钱紧张还不起，就出现了 Zara 之类的，还美其名曰快时尚，其实就是抄出来的，版型差点，质量差点，卖个中层。吃的也一样，很多网红店都是这么来的，不管好不好吃，环境好点，价格贵点就可以了。中产应该是最看重教育的了，所以留学、读研、读博士，其实学历也是商品，是上层人玩剩下的。包括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在内的美国院校的 offer 都是可以花钱拿到的。有2种途径，一种是捐赠保录取，旨在为资本雄厚家庭的子女提供上名校的机会。潘石屹给哈佛捐了1500万美金，他的小儿子就去了哈佛。1笔1万，开不开心？
另外一种是机构保录取，这种对学生自身条件有一定的要求，如果是为了深造，那无可厚非，但单纯为了给自己镀金，高额的学费只不过是一种高级败家。学钢琴、芭蕾、礼仪、马术也是从上层模仿下来的，上层人钱多，所以学来玩玩，中产以为学到了就拿到了几身上层的门票，其实绝大部分都只是浪费钱。在这些模仿里，生意机会就出现了，出国中介、艺术培训、各种轻奢伪奢侈品、学区房，走在模仿前面的生意要相对轻松一点，只要能抓住模仿的关键点，有时间有资金，再加上苦心经营，大概率能打造一台赚钱机器。模仿这种风行一般时间都会持续个10年20年，尤其是层级越高的模仿，比如对西方贵族的崇拜和模仿，这里面的生意机会能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。前面的赚钱道路还停留在挣钱和赚钱的阶段，说白了都是辛苦钱。最高级的套路莫过于吹泡沫了。这套路西方走了近200年，无外乎2个玩法：放贷和炒资产。好听的叫法就是某某金融和某某投资，都是吹泡沫。在这个层级里面，钱就是数字，只要有方法吹就能把它吹大。低级思维看钱都是各种累，付出所得的回报；高级思维看钱，钱就是个数字，不用干活，不用付出，只要找到吹泡的机会就能把钱吹多。放贷玩的是复利，资本做大了都在玩放贷。咱们看市面上各种网贷、套路贷就知道了，这才是大佬们的核心利器。所谓的公司本质业务都是表面，这种只有资金足够雄厚才玩得起，也是那些所谓的科技公司、互联网公司的最后一步棋。另外一个就是炒资产，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，资本的核心在于资产价格，赚取资本的核心是吹大资产价格，也就是泡沫。假使整个社会只有 A、B、C 3个商品，总价值300元，每个商品原本价值100元，努力把 A 商品吹高价格吹到200元，总价值不变的话，那么另外2个商品就只值50元了。但这么玩太明显，所以现实都是多发几百块钱的货币，这样 A 价值400元， B 和 C 各价值200元，大家都涨了，只是 A 涨得多，这个大家可以接受。但如果只是 A 涨了， B 和 C 降了，大家就接受不了。 A 玩的差不多了，就该换 B 玩了，吹高 B， 然后卖出找接盘侠，再换成 C 玩。在这个生意里面，你需要提前买入即将吹高的资产，只要玩资本的地方就一定有泡沫，没有泡沫哪能叫资本，对吧？所以那些所谓的专家分析某某资产到底有没有泡沫之类的文章，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混淆视听，赚流量，收智商税。对于全民来说，15年前最好玩的就是房产，今天开始划分，最好玩的是一线核心地段可租可售可流通的房产，这个玩差不多了，下一个可能就轮到股市或者农村土地。这就是赚钱的3个层级的套路，说这些不是让大家投机，当然一些高层的玩法咱们也没能力参与，不过知道了游戏规则，我们就能尽可能的避免被割韭菜，从被操控的棋子变成理智的旁观者，坑踩的少了，才能有赚到钱的概率，对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